这个男人只是因为想要上桌吃饭，他的老妈就报警了，把他抓进直男改造中心。原来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，堪称现代版的女儿国，到处充满着女尊男卑的思想。男人们吃饭不能上桌，摘菜倒都是一把好手。女人贵为中流砥柱，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地位。而如果一个男的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在夜里出门溜达，多半会遭到女流氓的毒手。看到这儿，有没有人很心动？感觉生活在这里也挺好？那只能说明你年轻了。看看接下来的2个例子吧，我就不信还有男人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。男孩女孩，男孩，要不要丢掉？继续生，我还就不信，我生不出一个不带把儿的。妈妈，我考上这里最好的学堂了。乖，你别上了，钱是要留给妹妹读书的，知道吗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恐怖？在女儿国还有个奇葩规定，那就是男人必须在25岁前结婚，如果过了25还没人要，就会被送进直男改造中心，接受一系列的批评教育，包括但不限于被电击、被关监狱、被1对1美女教官调戏。建国哥哥，背带裤不是这么穿的，你穿反了。来，我帮你穿好。老话说得好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本片的男主就是个例子，从他的名字李铁男就能看出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直男。他还有2个死党，一个叫光头，一个叫围脖。兄弟3人打小就立志要成为铁血是男儿。恋爱可以谈，但一定要在25岁以后。作为这条街上最硬的3个仔，他们还收获了一名迷弟。这天哥4个撒尿为盟，结为异性兄弟。不料刚提上裤子，新加入的迷弟就叛变了，叫来女警察，把3人抓到了直男改造中心，见到了一群身穿制服的美女教官。铁男想要跑，又怕有危险，便忽悠愣头青。一会儿门开了，咱们就冲出去。咱们身强力壮，他们拦不住他。啊！惩罚过后，美女教官开始上课了。咱们这个改造中心呐，是不提倡武力的，只要你们乖乖上课，认真学习，给女孩自拍，揣摩女孩心思，逗女孩子开心，就不会受到任何惩罚。此外，美女教官们个个风情万种，脸蛋身材都属一流，会温柔的和你唠嗑，还会细心的帮你整理衣服。不过这些都是假象，一旦你不服从改造，表露出一丝丝的大男子主义，就会被女教官们电棒伺候。偏偏这哥仨不守规矩，都抱着贫贱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的精神，走到哪儿都小脖更硬着，衣领得随时竖起来，衣角得塞进裤子里。我就乐意这么穿，又没犯法，你们拿我怎么样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兄弟3人也看明白了，一味的抵抗毫无作用，不如假装听话上课，让女教官们放松警惕，再偷偷实施越狱大计。于是他们一边学习P图美颜做舔狗，一边在背上画出改造中心路线图，并偷偷留下一个勺子，借此挖出通往自由的地道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李铁男终于挖通了地牢。等等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他是从监管宿舍挖到了犯人监狱。为了管住这个刺头，中心派出职业教官小柔对铁男进行1对1辅导。可在看到铁男宁可被惩罚也要上桌吃饭的倔强后，小柔竟然被打动了。原来他的哥哥就是片头中因为上桌吃饭被亲妈举报的男人。小柔来到改造中心也是为了寻找哥哥的下落，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也彻底改变了他对铁男的态度。这天，小柔遭到女同事陷害，从他的房间里翻出了一张情书。就在要被大教官惩罚时，一旁的铁男挺身而出，说情书是自己写的，代替小柔挨了一顿电击。打这天起，小柔便对铁男萌生了爱意，总是借1对1辅导之名对铁男嘘寒问暖。老话说得好啊，女追男隔层纱。在小柔的强烈攻势下，铁男很快沦陷。没用几天的时间，整座改造中心都弥漫着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儿。这不，阴险的女同事也闻到了，不仅闻到了，她还看到了，不仅看到了，还拍了下来。大教官看完后很生气，叫来小柔让他解释。小柔故作镇定，说自己是假装和铁男谈恋爱，实则是让他成为爱情的奴隶，理由无懈可击。大教官相信了。然而阴险的女同事竟然偷偷录音，并故意泄露给李铁男，这下猛男的心态崩了。我们男人终究不过是你们女人的玩物而已，谁也会真心对待我们呢？
了吧？1999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有钱有房有份都是你的手。中庭楼死了一个濒临绝种的温柔，多一个爱情杀手。当晚，铁男找到了两兄弟，准备趁教官换岗时偷偷溜出改造中心，可惜计划还是失败了。三人被赶来的教官团团围住，不过毕竟是钢铁直男，三人的战斗力还是不弱的。没带电棒的教官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眼看局势就要失控，女教官们召唤出了秘密武器，一名战力强悍的金刚芭比，虽是女儿身，却长得比爷们儿还粗犷。大哥他有点壮啊，没关系，都是虚胖。还虚胖，人家那是健壮，没有一丝丝的意外。硬汉李铁男被当场干瘫。事后大教官忍无可忍，给兄弟三人注射了直男癌药剂。顾名思义，男人一旦注射，任凭之前多么铁血，都会变成十足的娘炮。先是围脖翘起了兰花指，接着是光头，屁股不自觉地翘了起来。只有铁男在死死支撑。然而，只要他们试图改变娘炮的气质，就会全身作痛，苦不堪言。想要缓解疼痛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学习美女教官们的舞蹈。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趁笑看不见，你沉醉了没？白雪夏夜，我不停歇，模糊了年岁，时光的沙漏被我踩碎。不过兄弟三人还是没有屈服，可笑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怎么会跳这种舞蹈？是可杀不可辱。大哥不行了，而想要解除直男癌药剂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只要能在考核比赛中获得第1名，就能和大教官进行深入交流。而解药就在大教官的闺房里。可这兄弟三人当了20多年的直男，又该怎么通过女教官设下的重重难题呢？第一关，谁知女人心，要求考生们在规定时间内找到女教官心仪的物品。什么？考试结束了，你也没让我们拿东西啊？如果女生喜欢什么都要跟你说的话，那还要你做什么？这句话是不是似曾相识？接下来让各位看看标准的答题模式是啥样式的。很明显，刚刚一路走来就是第1关考核。当香香考官看到了这件衣服的时候，眼神特意多停留了0.01秒，所以显然他是心动了。你拿衣服拿对了，而你嘛，算是幸运，钻戒是每个女人都会喜欢的。我说的对吗？香香考官，铁男侥幸混到了第2关。这次的比赛项目是看我有啥不一样，而和上一关一模一样，铁男全程躺赢。你头发的前端和末梢发质略有不同，刚刚应该是接过，但是你又不是很喜欢，于是你又把它拆掉了。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李铁男，你发现有什么不同了吗？完全没变化。关键时刻，一旁的金刚芭比竟然向他泄露了考题，铁男这才赢下了比赛，被大教官誉为新一代的男人之光。很快按照规定，两人来到大教官的闺房，准备进行深入交流。然而他却对大教官的诱惑置若罔闻，心里只想着偷取解药，便找了个蹩脚的借口，说要喝酒助助兴。可他下药的小动作被身后的大教官看得一清二楚，还没等他采取行动，就被大教官抢先一步拿走了没有迷药的酒杯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情急之下，铁男犯了傻，提出和教官喝交杯酒。到了交杯时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这完全没变化呀！看他被耍得团团转的铁男，大教官也不再演戏了，叫来一群手下，准备把他打入地牢。就在这时，那个泄露考题的金刚芭比再次现身，救走了铁男。不料大教官早有准备，提前安排好了另一名金刚芭比，两人随即大打出手。听见熟悉的娇喘声，铁男这才意识到金刚芭比竟然就是小柔。原来小柔因反对大教官对铁男注射直男癌疫苗，所以被变成了金刚芭比。大胡子毕竟是老牌芭比，战力比小柔高出一大截，于是没用多久，小柔就被他按在地上摩擦。铁男上前帮忙，更是被一拳打飞了出去。不偏不倚，正中大教官手中的那剂解药。而这解药还有着另一个名字，就是铁血疫苗。顾名思义，会让男人变成铁血硬汉。接着变成了真铁汉的铁男大显神威，把大胡子打得落花流水。在强大的武力面前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大教官把小柔恢复原样，并答应他们离开。临走前，小柔还得到了哥哥的消息，原来哥哥早就逃出了改造中心，而帮他离开的正是大胡子。如果有一天有机会见到你哥哥，
千万别跟他提起我。这不废话吗？那是我亲哥呀，我可不能害他呀。这部电影名叫《羞答答的铁男》，设定新颖，全程搞笑。如果你身处这样的女儿国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。